它这个是看到车底哦。对，看我的前面的车底。哇，所以下面这样你就不用太担心压到东西，压到那个。因为像这个其实我们看不到边边嘛，这个弯就看不到边。对啊，那你晚上你如果整个很雾的时候，你其实看这个，不然你现在这样看，然后你又上坡的时候，有时候坡度太大，你也看不到。对。这是夜冲，其实突然发现这个功能还蛮好用的。我觉得现在的车子啊，全都一堆电子的东西。对啊，人的能力就会退化了。对啊，现在只要没有这些，你叫我开，你叫我停巴库这样子，好不好？你就觉得那个距离好像差很远呢。会怕。对啊。好。我一开始露营，其实从头到尾到现在，只有2个字：好玩、爱玩、享受。你要去享受这些，纵使你觉得你要搬很多东西，你就当重训啊，你就自己做嘛，不然你一定要去健身房嘛。你搬东西很重，你就自己深蹲这样搬嘛。它是很累、很辛苦，但是呢，这些累、这些辛苦完了之后，换来的是什么？我可以坐在那边发呆，然后这些辛苦的当下，你也什么事情都不会想。公司事情再怎么累，什么事情再怎么烦，你在搬这些过程，你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我赶快把我家用好，晚上才可以睡觉。然后赶快用好，我可以去分货；赶快用好，可以去跟朋友聊天。所以你当下那个时候就是赶快用好。追求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些忙碌之后，能够有那个放空的时间。有人说，露营就只是有钱人在炫富而已。我们今天跟着捷克老板一起参加了全台只有不到20顶的帐篷品牌团露，见识到了很多资深露友的高级装备和他们露营的方式。我想知道露营对他们来说的意义是什么？买装备真的只是为了炫富吗？以前我们在逛这些露营用品店，没有人可以问，你只能买了回来不适合再去买，所以我们常常讲买错最贵。今天我自己开了这间店，我不要让大家有这种感觉，我要你跟我讲话，
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场几乎所有东西几乎都没有标价。我不是要你进来看，自己看了标价，自己决定要或不要。我要你是来跟我聊天。可是没标价有时候会怕是啊，但是问了不用钱啊。这些上面我会讲，比如说好这个价钱你觉得贵，那我会讲它贵在哪里，它为什么这样子的价钱，你觉得这东西适合你，那这个东西可能比较便宜，我觉得这个也是 OK 的，但是你可以怎么搭配。有没有你比较想要特别介绍的东西？这些都是从日本北海道的一个品牌，它叫 Tree Pass， 然后跟 10 to 10， 它是同一个设计师，在不同的时期做的一些产品。它的灯架它是用这样子，大家看起来像一个鹿角，所以它比较有一些造型。像这个烽火台，我们拿这个小的来讲啊，它这个收起来，它就会是这个的大小而已。因为它本身是做金属切割的，所以你看它每一个圆起来是不是刚刚好？所以你会发现它收起来就这样，好小。对，然后它的盖子，这就是一个烽火台。哇，就这样。像这个是最大的。这个它收起来就是这里很小，但它装起来大概有这么高。这么高哦？对，它装起来大概有这么高。这个就是以往我们今天在劈柴，我们通常都拿斧头嘛，或拿柴刀嘛。那这个的话，它的特色就是我把刀子放在底下，所以我们当这样敲的时候，这样直接劈，会相对性也安全。对，那相同的这个也是他们家的产品，这个之后收起来也是这样子，一片而已，就很轻松。这边的都是这边都是我自己在用的，然后这也是我在用的手套啊，都已经变这样。哇，所以很多人都会想说，每次看我在玩火，就想要买我在用的手套。其实不是我手套比较厉害，是我的手比较不怕烫，还是很烫的。我就直接放在里面。这个是烽火台，对，这个是10 to 10的烽火台。那个防火垫放进去，然后木材，它可以这样子横着放，跟直的放都放得下去。那你摆完了之后，上面绑起来，它就变成四四方方的，所以我上面再叠东西都没问题。打开是这样子，平的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在现场捡到比较长的柴，这也都没问题，拿起来你就可以带回来了。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直接铺着当一个地垫，我什么东西放在上面啊，也都比较不会有问题。对。我们当时就是 IG 上四处看、四处找，一看到它这个图腾，我就觉得，我喜欢这个，因为它不像是一个单一图案了，对，它可以是一个连续图的一个感觉。那我比较不喜欢一个单一图案，就是衣服上的一个 logo 那样很大一个，然后就一个图案。但我比较喜欢这种连续的，就像它这个可以做一圈这样，就是它也不会觉得很违和。它可以是桌子，它可以是椅子，它的整体，包括你看这个夹子，连夹子也是，对，连夹子也是。它这个图腾整个这样起来，对，你就觉得它很漂亮，而不是一堆某个 logo。它感觉是有做到这个产品里面去，我就会觉得说这样子的东西，在不管我搭配什么，其实我今天就算用复古帐，用这个来搭，它也不会显得那么的突兀。这顶帐篷是一个很新的材，它是 TC 棉的。我们一开始觉得 TC 棉的感觉比较粗，对不对？就是它一摸而且很光滑，对，然后它比较薄，就是做这个再处理去刷，就把它刷到变成有点像绒布的那种感觉。我曾经在3月、4月那个时候，在垦丁的大太阳底下，30多度，两边门都打开，上面打开，我们可以坐在里面聊天，都没问题。所以它高度很高嘛，高度4米，可以隔开那个太阳。对，然后再它有个烟囱效应，所以风进来，热气是往上。
它会带出去。所以我们上面的屋顶上面把它打开的时候，它的热气是会出去的。总共目前台湾大概将近20顶，它现在也停产绝版了，所以你也买不到了，就是这么多。这个脸的，这个都是一个牌子的，那这边又是原本这个 device 的，应该快10万了。这一圈跟那一圈，快10万了，还有底下这个架子啊，这架子一个要3000多块。最配饰的就是这家的啊，对，它是一个铁的扇子，生活用的，金色的，对啊，这是铜的，这架子看起来也是很贵，都很贵。有人会说露营就是有钱人在炫富的一个戏，你会现在的露营，老实讲，东西越来越贵，像我们以前买帐篷，3000、4000、5000。到现在3万、4万、5万、10万、20万、100万都有，连 Gucci 都跟 North Face 联名做了帐篷。这些东西你常听啊，1000块的东西你听久了，1200你会觉得很贵吗？不会，你会觉得好像差不多。但是你1200听久了，1500会不会很贵？所以你会慢慢的，你会觉得一顶帐篷现在4、5万，差不多啊，都这样子。对，但是以前。我们18年前帐篷4、5万，不可思议。我第一顶 Snowpeak 的帐篷，我看了1年，终于看到买下去的就001啊，9900。然后现在 Snowpeak 这顶帐篷就是我没有在用的，所以有时候一些朋友要借帐篷，我就拿这顶，他们就觉得说，你怎么拿这么好的帐篷借给我？我说没有，那个现在是最初阶的，对，那个就是长久以来慢慢累积，慢慢的换，换到自己觉得，这样的东西 OK 适用，所以我也有一些是很一般的东西啊，像这个，这就是人家店里面二手交流，然后客人拿来，我就说，这不错，我就自己留下来用啊。所以你看，我今天这样子搭配的 device 都在用。好像它也没有违和，也没有很违和啊。然后这个杯子其实是我们以前当兵连队他们后来要做的啊。对啊，陆军步兵。对啊，我们那时候要做的啊，所以这个也没有任何品牌啊，因为它就是我们用的这个东西啊。对，你说各式各样，你看我的便当盒都已经被我削成这样子了，那它还是很好用啊。对不对？所以我也不会因为说它上面必须要有 Device Work 的 logo， 不用啊，它这个东西就这样，它里面就是摆餐具，然后像这个也是，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Uniflame 的喷火枪，对，只是我们改了，换了底下这个 Makana 的这个木头的，然后前面这个是红铜管，这个是我请人家做的。你自己做？对，我们自己做的。红铜本身它会氧化之后，它会变化。那你也可以拿火去烧它，它会有一些颜色的变化。每个人养出来又都不同啊。这个就是突然看到有一条之后就把它绑上去，所以它也没有很违和啊，就变独一无二的东西。对，所以我喜欢这样子，而不是出去然后整片大家都一样。对。像你刚刚讲，有些人说露营就是在炫富，在什么，然后你要摆那一些是扮家家酒。其实，在摆设这些东西，就跟你家里面，你会整理家里，对不对？你不会说东西回去就家里就随便丢。那你家里面如果是所谓的日式极简风，你出来绝对不会变成法式贵族风，不可能。对，因为那是你喜欢的东西，这是2种不一样的风格，你不会说因为我今天这样子我要变那样子，所以你只要照着你自己的心里面想的，你要怎么摆你的东西是最合适，就不要是你看别人有我就想要，对啊，那就会觉得大家都在炫，对啊，因为这些东西不一定你适合，这个图腾不一定你喜欢，那你既然不喜欢，你就不会去买它，对啊。听完杰克老板讲的话，
我觉得露营好像是一场奢华的修行。露营的人就像在打坐一样，不过是坐在一把1万块的克米特椅上，挣扎着要不要换一张3万块的椅布。过程中实在很难不感受到对于物质的焦虑感。要真的做到完全不在意，除了把装备买到顶之外，更需要深刻的理解自己的喜好，才有可能真正的享受露营的过程，立地成佛。在我思考着这些时，突然发现这场团露好像没有任何的活动。杰克老板和其他人就只是一直在劈柴焚火，而我们的摄影师静源也像是着了魔一样，拍了整整30分钟焚火的画面。这是要我怎么剪？杰克老板说，以前团露他们也会安排各种活动和表演，想让客人尽情的玩。但玩过一轮之后，大家发现露营最喜欢的事情还是焚火和发呆。我们娱乐就是这样子啊，生火啊，劈柴啊，然后大家聊天啊，然后把东西塞给你吃。就这样，乌鱼子哦，来乌鱼子。哇，好香哦！汤头还是我刚好一个。老板来，突然就出现了一碗菜，干贝、虾子，你看套 Q。刚已经漏掉一个三明治了，要记录下来。我觉得啊，我这锅滚了之后，我饱了。哦，好吃。啊，不来一碗吗？我这边给你做，你就加了。被我们两个在这里吃。我来要饭后水果，你看。等下这太多了吧？等一下啦，海鲜粥。这个棒，又拿一个大碗的。这才1点多而已。有时候2点多的时候，有人会突然冒出下午茶，太幸福了。哎，跟来哦，跟他加。来一个碗。谢谢。我真的吃饱了。雾雾的，有一个灯也 OK。跟着杰克老板露营了2天，我觉得如果要说露营的人都在炫富，其实也没有说错。除了高档的装备、豪华的食材之外，人生最宝贵的应该是时间吧。露营的人用大把的时间来发呆，这实在是很奢侈的行为。但是到头来，人生到底该把时间花在哪边，又怎样才会快乐，终究是回归到自己的选择。而露营这个选择的魅力又到底在哪里，也只有亲身体会了，才会明白吧。